江姨，你是不是和叔叔一起睡觉了，然后肚子里也有了小宝宝？这小鬼知道的还不少。对呀，你要多个小弟弟或者妹妹陪你玩了。你放心吧，江姨，我会保护他的，我还可以带他去摸鱼，嘿嘿。还有傅少铎也开心的不行。江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会好好保护你，也保护好我们的孩子，我爱你。江庆趴在他怀里，听着他有力的心跳，此刻内心从未有过的安宁。傅少铎让他躺进被窝里睡吧。说完他刚要走，胳膊却被江庆拉住了。不睡觉，你还要去干什么？想去收拾一下饭桌，把剩下的饭菜收起来，再把碗筷洗了。现在呢？现在自然媳妇的要求最大，什么都不做了，专心陪媳妇睡觉。越来越油嘴滑舌了，我要你陪我一起睡。别闹，大夫说最好不要同房，我不想伤到你。江庆故意问，还有8个多月呢，我们就一直这么睡啊？江庆知道自己刚刚的举动勾出了他的火来，眼下他正在拼命忍着，不舍得再闹他。江庆放开了傅少铎，我真的要睡了，好困，我才不会告诉他，过了3个月孕期中间是可以同房的。再说，就算不能，不是还有别的办法吗？可今晚太累了，下次再帮他。第二天一早，江庆刚起床就闻到一股浓重的饭菜香气，他走到桌边一看，桌子上摆了好几个盘子，很丰盛的一顿早饭。家里的白面好像没剩多少，得想法找个理由再从空间里拿出来点，还得再拿点大米，还有肉什么的。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怀孕胃口变大，江庆一口气吃了2个馒头，比平时的饭量大多了。接着他去了何春平家，何春平还有2个月到预产期，肚子大的走路都费劲，队里给他安排的都是歇在家里就能做的工作。咋这个点有时间过来，不用照顾着种子了？我有事和你说。啥事？江庆咳嗽一声，神神秘秘的小声道：我有了。啥？何春平一开始瞪大眼睛，但很快就笑了起来。有了，真的？1个多月了，昨天晚上去的医院。都1个多月了。何春平边震惊边上下打量一番江庆，视线在他小腹处停留。江庆被他看得不好意思。别看了，月份太小啥都看不出来呢。那倒是，月份确实太小，不过我跟你说，女人怀孕后啊，这肚子就跟吹气球似的，一阵风就大起来了。江庆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小腹，真难以想象，这里已经有个小生命了。你家傅少铎得高兴坏了吧？他很高兴。肯定高兴，你们2个今年都26了吧？也是该要孩子的时候了，早点要孩子，身体恢复得快，也有精力带孩子，等老大大点就能要老2了。江庆没说要，也没说不要，他也不知道生完第1个还会不会想再生第2个。其实他怕疼，也怕照顾小孩的麻烦，可是只要他一想到这是他跟傅少铎的孩子，就觉得心里暖暖的。头3个月是最关键的时候，大夫和你说了吗？都说了，可别让你家那口子碰，怎么缠都不行，千万记住了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江庆脸一下子就红了，他想起昨晚傅少铎隐忍的模样，忍不住笑了笑。我记下了。傅少铎比他自己还在意，宁可一个人忍得艰难，也不会碰他一根手指头。江庆忽的就有些心疼。要不过几天给他点甜头吧。还有营养也要跟上，好在现在鸡蛋不缺，总厂那边总能准时准点的送。要是不够吃，就跟姐说，把我家鸡蛋给你拿去。别，可千万别，你家孩子都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最需要营养了，给他们留着吃吧。姐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家养着鸡能下蛋，再加上总厂给发的，富余着呢，不会不够吃。江庆拒绝的干脆，何春平也就没再坚持。只是等隔天时，他让小鹏给江庆送来了一只山鸡，只给了江庆，没给吴丹。他们太了解吴丹婆婆的脾性，即便把鸡肉拿过去，也都进了她婆婆和罗宝明的肚子里，吴丹根本吃不上。这已经做好的鸡肉端过去看着吴丹吃，她婆婆总不能怎么样吧？到了吴丹家，她敲了好半天的门，吴丹婆婆才开门。门刚打开，见到江庆，吴丹婆婆脸上露出毫不掩饰的厌烦。吴丹睡觉呢，说了一句，她忽地看到了江庆手里端着的大海碗。哟，你这端的是鸡肉炖粉条，快进来吧，快进来。她来了个大变脸，异常热情地把江庆迎了进去。江庆心里一阵冷笑，也不戳破她，跟着进了屋。进去一看，吴丹根本没在睡觉，正坐在桌边缝孩子的衣服，为生产做准备。见到江庆来了，吴丹原本没什么生气的眼睛顿时有了亮光。江庆，你来了，我给你送鸡肉来了。说着，江庆指了指桌上的那碗鸡肉炖蘑菇粉条。吴丹肚子里好久都没有油水了，家里的好东西婆婆都留给她自己和罗宝明吃，她压根都吃不到。说好是来照顾自己的，结果她现在过得比以前差远了。见江庆有心给自己送吃的来，吴丹一阵心酸，眼泪差点没掉下来。谢谢了，庆姐，跟我还这么客气，别缝了，先吃鸡肉。这时，只见吴丹婆婆从厨房里拿了筷子出来，坐在桌边就开始大口的往嘴里塞。吴丹婆婆夹得十分精准，一筷子下去就是一块肉。江庆气坏了，一把护住了那碗鸡肉。这是给孕妇吃的，你要点脸不？
吴丹的婆子狠起来，自己儿子都打，儿媳妇怀孕了还不给儿媳吃喝，你配吃吗？饿着吧。江庆知道后心疼吴丹，过来给他送吃的，谁知婆子没皮没脸的过来抢着吃。这是给孕妇吃的，你要点脸不？吴丹婆婆不搭理他，又要去夹肉吃。江庆一把将碗端了过来，放到吴丹那边。你啥意思啊？把鸡肉端来，不就给我夹的？我还吃不得了。鸡肉是给孕妇吃的，你哪来那么大的脸？那么一大碗，我吃几块怎么了？要你管？你自己看，里面还剩下什么？和怀着孕的儿媳妇抢吃的，可真能耐。我是这家里的长辈，有啥好吃的，自然是先可着我吃。告诉你，你可别想趁我儿子不在家就来欺负我。你这时吴丹开了口：妈，江庆没有这个意思，你别误会，他是好心给我送鸡肉吃。吴丹气势弱下来，她婆婆反而不干不净骂起来。我呸！你交往的都是些什么东西？要我说，以后别跟这个小娼妇来往。江庆实在是忍不住了，把手里的碗直接朝吴丹婆婆头上扣下去。吴丹婆婆凄厉的叫了一声，下一秒鸡汤混合着粉条糊了她脑袋。哼，你不是想吃鸡肉吗？让你一次吃个够。吴丹婆婆已经说不出话来，只能一个劲哎呀的喊。吴丹站在一旁，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。她看着婆婆被扣了一头菜，狼狈不堪的模样，有些害怕，可心里却无比舒坦。吴丹，走，先去我家待着。刚刚的事是我做的，我来解决。说完，她又看向吴丹婆婆，给你尝尝记性，以后说话别那么埋汰。江庆让吴丹在自己家待着，把门锁好，不让她婆婆过来，然后自己去队部找傅少铎。她也知道自己惹下了麻烦，如果不把事情解决好，吴丹回家必定会接受她婆婆的狂风暴雨。江庆不想自己做下的事让吴丹去承受。怎么不在家歇着，到这来了？鸡肉吃了吗？江庆过来时还气势汹汹的，现在被他柔声问了2句话，立刻怂了起来。哎，给傅少铎找麻烦了。不过他还是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。全部讲完后，江庆忐忑地望着他，不知道他会是啥反应。然而傅少铎听完后，忽然问了一句：他骂你了啊？吴丹婆婆。哦，江庆这才反应过来他在说什么，忙点头。可不是，要不是他说那么难听，我也不至于扣他一脸菜。不错。是说我干的不错。江庆一下子支棱起来，刚才还蔫头耷脑的，这会儿眼神都亮了。傅少铎没回答，叫来队里的一个叫郭川的年轻干部。队长，您找我。总厂成立1周年的文艺汇演，咱们队报一个短剧，你去和总厂通讯员王维远联系下，把节目报给他。傅少铎话音落下，郭川一脸懵逼。队长，咱们刚才开会不是定下来要合唱吗？换这个，我刚才考虑了下，咱们队要出就出一个更新鲜、更有意义的节目，快去吧。傅少铎说的这么坚决，郭川也不再多嘴，答应一声撒腿跑了。听到他们的对话，江庆惊讶极了。啥文艺汇演，啥短剧？你不会是想……江庆心里突然有了个大胆的猜测，傅少铎不会是要用短剧的形式把吴丹家的事演出来吧？就是你想的那样，婆媳闹不和的事整个总厂都有，比吴丹家闹得更大的还有。我想刚好可以借这次演出给大家做一次思想教育。傅少铎语气一本正经，可江庆越听越想笑。把吴丹家的事演出来，就等于让吴丹婆婆在全场职工和家属面前公开处刑。这招很损，但也很有效。真想不到，这竟然是傅少铎想出来的，还是在那么短的时间内。不过我不会出面，毕竟涉及到女同志之间的事，还是让张嫂子来组织的好。到时候演员也让她选，由她来组织排练。那剧本呢？剧本你想写吗？江庆没想到他会把问题丢给自己，不过他来写也不是不行。怎么样，你来写吧，不用太长，演个15分钟就行。你相信我能写好？江庆心里已经打定主意，却故意问傅少铎：你是事件的当事人，来龙去脉都清楚。再说你写过材料，文笔上没问题，我当然相信你。江庆笑起来，同时点点头，算是答应下来。可是吴丹那边现在怎么办？你先让吴丹在咱家待着，一会儿我找罗宝明谈谈，让他去处理。傅少铎这么说，江庆放心下来。他叹口气，罗宝民原来对吴丹多好，心疼他身体不好，为了他买自行车，天天载着他。结果现在……傅少铎抬手揉了揉他的发髻，别想那么多了，大夫说过，你要保持良好心情，这样对你和孩子都好。见江庆还有些闷闷不乐，他又将他抱在怀里，一切都交给我，你安心的回家。下午和吴丹在家可以聊聊天，但别说那些不高兴的事，多宽慰宽慰他。江庆点了点头。过了会儿，他抬头看傅少铎，最后还是没忍住问了出来：人心都是会变的，罗宝民对吴丹那么好，现在都会变。如果有一天你也变了，我会很难过，很难过。我向你保证，永远不会有那么一天。我认定你就是一辈子，永远不会变。